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呀，我是丽姐，超开心大家来听相亲故事哈，感谢宝子们订阅。要是故事精彩，别忘了打赏，请丽姐喝杯茶哟。今天给大伙讲个能把丽姐气得头发都竖起来的相亲故事。哎呀妈呀，一想起这事儿我就来气，我先喝口茶缓缓。事情是这样的哈，上周日咱在广州某5星级酒店搞了一场超大型相亲会。前期宣传那叫一个到位，说是要举办1000人规模的高端相亲活动，还特意强调是高素质、高学历、高收入的优质单身青年交友会。报名的时候那叫一个火爆，尤其是女生这边，短短3天就爆满了500个名额，可把我们忙坏了，天天加班审核报名资料。来报名的小姐姐们个个都是精英，有医生、教师、会计师、律师，学历最低的也是本科，年薪基本都在15万以上。但男生这边呢，说起来都让人心酸。报名的人少得可怜，到活动前1周才勉强凑了200多人。我们也是拼了，打电话跟人家好说歹说，求爷爷告奶奶地找人参加，好不容易才拉来400多位男士。结果你们猜咋着？活动当天，500位女嘉宾全部准时到场，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满心期待地坐在会场里，可等了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男嘉宾居然只来了不到50个人，现场气氛那叫一个尴尬。几百位女生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脸都黑了。有的直接拿起包包就走了，还有的在微信群里疯狂吐槽。本来好好的高端相亲会，硬生生变成了姐妹茶话会。就在我脑袋大得像豆一样的时候，一位自称是某上市公司高管的女嘉宾站了起来。这位美女看着也就30岁出头，浑身名牌，妆容精致得很。她咳嗽了一声说：丽姐，我觉得男士们不来也是有原因的。现在的男生普遍太拉胯了，根本配不上我们这些优秀的女性。因为这话一出口，在场的姐妹们立马掌声雷动，纷纷叫好。这位女士接着说道：像我这样的条件，找对象要求高点很正常。首先身高要175以上，长得还得帅，学历必须是重点大学研究生，年薪税前50万起步。最重要的是得有房有车，父母双方最好都是退休公务员或者在事业单位工作的。讲真，听到这儿，我这个干了10几年红娘的老江湖都有点坐不住了。但我还是强装微笑问他：那您觉得您自己具备啥条件能配得上这样的男士呢？没想到这位美女理直气壮地说：我今年33岁，在某世界500强公司当高管，年薪30万，有2套房产，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这样的条件还不够吗？我的天哪！要不是我职业素养在线，真想当场翻个大白眼。这位姐姐呀，你都33岁了还这么挑剔，也难怪一直单着。就在我准备好言相劝的时候，会场里突然传来一个男声，呵呵，笑死我了。顺着声音一看，原来是一位今天到场的男嘉宾站了起来。这位男士穿着西装革履，看着40岁左右，气质还不错。他朝着刚才发言的女士说道：这位美女，你是不是对自己的条件有点误解啊？你说你33岁是吧？那我问你，你提的那些条件，为啥人家25岁的小姑娘不能提呢？哎呦我去，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现场瞬间炸开了锅，不少女嘉宾开始指责这位男士说话太过分。但这位男士一点都不害怕，继续说：大家先别着急生气，咱们好好说道说道。你们要求男方175以上，那请问你们自己多高呀？要求男方长得帅，那你们自己难道个个都是女神级别？要求男方年薪50万，那你们自己呢？为啥30万收入的就要求对方50万？还有啊，你们动不动就要求对方有房有车，父母是公务员。我就想问，你们自己买得起房吗？你们父母是干啥的？凭啥你们自己不具备的条件，却要求对方必须得有呢？现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不少女生都低下了头。确实，这位男士说的虽然不太委婉，但句句都是实话。这时，刚才那位女高管急眼了：你这是啥态度啊？我们女生要求高点怎么了？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，找个条件好的男生难道有错吗？那位男士冷笑一声：当然没错。但你得明白一个道理，婚姻是2个人的事儿，讲究的是平等。你想找条件好的，
人家条件好的就非得找你吗？你都33岁了还这么挑，等你35岁、38岁的时候，你的择偶标准是不是还这么高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现在好多男生都不愿意参加相亲活动，就是因为遇到太多你们这样的情况，动不动就要求这要求那，好像我们男人就欠你们的似的。真正优秀的男士，哪个不是被人追着要联系方式的？何必来相亲呢？这话说的，我这个红娘听着都扎心。但确实，这也是很多男士不愿参加相亲活动的原因之一。这时候，会场里又站起来一位女士，看着27、8岁的样子。她说：“其实我觉得这位先生说的对，我们女生是不是也该反思反思啊？像我是做教师的，工资不高，但我觉得只要2个人感情好，其他的都好商量。”对啊，对啊，不少女生也开始附和，看来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。但那位女高管显然不服气，她瞪大了眼睛说：“你们这些人太没志气了！现在找对象就是得要求高一点，这是为自己的将来负责。那些配不上我们的男人，活该打一辈子光棍！我的天啊，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吧！”我作为红娘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咳嗽一声，站起身来说：“各位，且听丽姐说2句。我干婚恋服务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太多相亲的事儿了。今天这个场面，说实话让我挺心痛的。首先啊，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话，作为红娘我必须得说，太偏激了。什么叫配不上就活该打光棍？婚姻讲究的是缘分，可不是做生意，不能只看条件。你把找对象看得太功利了。再说了，你们想想啊，为啥今天男嘉宾来的这么少？就是因为现在相亲市场太浮躁了，好多人把婚恋当成了一场交易，列个清单就跟采购似的，身高多少，工资多少，房子多大，车子啥品牌。这时，那位女高管插嘴道：“丽姐，这有啥问题吗？结婚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？”我摇摇头说：“姑娘，你这话对也不对。结婚确实是为了过好日子，但好日子得2个人一起努力去创造，可不是光靠对方的条件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你心目中的完美男士，他们在意的是什么？他们更看重的是一个女孩的品德、气质，还有3观是不是合得来。有些女生总说找不到好男人，其实是因为把眼光都放在了外在条件上，却忽略了自身的提升。现场安静了下来，好多女生都若有所思。这时，刚才那位男士也站起来说话了：“丽姐说的对，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抱着认真找对象的心态，但看到有些女士动不动就谈条件，我真的挺失望的。找对象又不是在菜市场买白菜，更不是在 4S 店选车。”我点点头说：“这位先生说的在理，婚姻需要经营，得2个人一起共同成长。你们想啊，一个真正优秀的男士，他会在乎另一半赚多少钱吗？他更在意的是这个人能不能和他一起打拼，一起进步。现在好多姑娘总觉得自己挺优秀，就理所当然地要求对方更优秀。可你们想过没有，真正优秀的人往往更懂得欣赏和包容。他们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潜力和品格，而不是表面的条件。”这番话说完，会场里响起了掌声。我看到不少女生眼睛里闪着泪光，看来是说到她们心坎里去了。就连那位女高管也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小声说：“丽姐，我是不是太功利了？其实我也是压力太大，家里人总催我结婚。”我走过去，拍拍她的肩膀说：“傻姑娘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但是找对象这事儿啊，真不能太理性的去计算。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奇妙。”正说着呢，会场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走进来一群西装革履的男士，原来是堵在路上来晚了的男嘉宾们。这场面一下子就不一样了。迟到的这批男嘉宾们个个精神抖擞，西装笔挺的。原来是他们一个大型企业开完年会，直接组团来相亲了。刚才还愁眉苦脸的女嘉宾们顿时来了精神，现场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又让丽姐我不得不站出来主持公道了。只见刚才那位女高管立马换上了甜美的笑容，第一个站起来自我介绍：“各位帅哥好，我是……”没等她说完，刚才那位理性发言的男士就站起来说：“美女，你不是说要求男方年薪50万，身高175，名校研究生，还要父母是公务员吗？怎么这会儿就这么着急啊？
这话一出，新来的男嘉宾们脸色都变了。一位看着挺帅气的男士说：“原来这里的女生要求这么高啊。”那打扰了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眼看场面又要尴尬起来，我赶紧出来打圆场：“各位稍安勿躁。来，丽姐先说两句。刚才我们正好在讨论择偶观的问题，其实大家都有了新的认识。婚恋交友最重要的不是条件的匹配，而是人品和三观能不能合得来。”这时，人群中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：“丽姐说的对，其实我觉得两个人能聊得来，互相欣赏才是最重要的。”大家顺着声音看去，是一位穿着淡蓝色连衣裙的女生。她看着很温婉，说话也很得体。紧接着她说：“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我热爱生活，愿意为爱情和婚姻付出努力。”这番真诚的话立刻引起了在场男士们的注意，特别是那位刚说要走的帅气男士，眼睛都亮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暗暗点头，这才对嘛，相亲交友就得放下身段，真诚相待。你看人家幼师小姐姐多懂事，一开口就说到点子上了。但是那位女高管可不愿意就这么被抢风头，她立马说：“哼，某些人为了找对象，连自尊都不要了。我觉得女生还是得有自己的追求。”这话刚说完，全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来晚的那群男士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然后纷纷转身就要走。这时候，一位头发有点花白的中年男士站了起来。他说：“在场的各位，我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，年薪确实超过50万。但是我想说，找对象不是找员工，不是比谁的条件好。”这位副总接着说道：“真正的婚姻是两个人携手同行的过程。我个人更看重的是对方的品德、三观和处事方式。那些过分强调物质条件的人，往往得不到真正的幸福。”这番话说得太在理了，丽姐我都忍不住鼓掌。这时，刚才那位幼师小姐姐也说话了：“是啊，其实找对象最重要的是两情相悦。像我们做幼师的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很会照顾人，也很有爱心。我相信真正优秀的男士肯定懂得欣赏这些品质。”那位帅气男士立马接话：“没错，我就特别欣赏会照顾人的女生。我是做互联网的，平时工作压力很大，就希望另一半能理解我，和我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。”看到这儿，我心里乐开了花。你瞧瞧，只要放下身段，真诚交流，这不就有故事发展了吗？那位女高管见状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她拿起包就要走，我赶紧把她拦下：“姑娘，别走啊！你看大家今天聊得这么透彻，不如你也调整一下心态。”她红着眼圈说：“丽姐，我其实是害怕。我一直觉得要找个条件特别好的男人，才能给自己安全感。可是今天我明白了，这样反而会把真正的缘分推开。”我欣慰地拍拍她的肩膀说：“明白就好。来，丽姐给你介绍个人。这位也是做金融的小伙子，条件是不错，但最重要的是为人踏实，重感情。”就这样，原本尴尬的相亲会，因为大家的真诚沟通，反而成就了好几段佳话。后来呢，那位幼师和互联网男士就在一起了，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那位女高管也放下了过高的要求，和那位金融小伙子定下了婚期。所以啊，相亲交友最重要的是真诚和包容。条件固然重要，但过分在意反而会让自己错过真爱。丽姐劝各位单身的姑娘小伙，放下那些固有的条条框框，敞开心扉，说不定幸福就在眼前哦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啦。要是觉得丽姐说的有道理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哟。下期我还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红娘故事，也欢迎大家来丽姐的婚介所坐坐，说不定你的另一半就在这儿等着你呢。最后丽姐再说一句，感情是慢慢培养出来的，可不是挑挑选选出来的。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拜拜啦。